2025年8月25号，上海出台楼市新政，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反响。近2个星期以来，上海成交报数和金额都有所反弹。那么很多人就在关心，楼市新政出台以后，上海的楼市是否已经形成了新的进场时机呢？我今天从3个角度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市场趋势是决定性的，政策服从于趋势。第二，决定市场价值的根本因素是估值水平。第三，长期看，估值需要反应过度才会发生反转。所以基于以上3点判断，我认为上海目前出台的所谓救市政策并不构成买进的时机。让我们一起详解这3个逻辑。首先，市场趋势是决定性的。经常很多人会纠结于政策出台政策以后，我们就会引起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是否要进场或者是否要出场。其实如果我们理解市场的长期走势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得知道，决定市场长期走势的根本力量是市场趋势。政策通常成为市场的助推因素，如果政策与市场趋势方向相同，会成为趋势的助推力量；如果政策与市场的趋势方向相反，则会形成趋势的短期回调，但它无法改变长期趋势。我们在过去20年当中，房地产的牛市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以往我们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说，房地产在牛市周期里面，政府老是说要宏观调控，要阻止房价大幅上扬，但是为什么每次调完了以后，价格反而涨得更高呢？其实这个里面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房地产市场如果要被打压，什么情况下才会需要被打压？一定是因为市场趋势太强了。所以每一次房地产市场打压都是进场的时机，因为它会造成短期趋势的回调，使得我们构成一个进场的时机。房地产打压意味着市场趋势够强，市场趋势太强了，而打压的政策短期内使它构成一个进场的机会。这个逻辑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市场需要救市的时候，我们就得想，什么情况下市场才需要救市？一定是因为市场太弱了。当然，这个市场强和市场弱有很多基本面的因素，你可以去衡量它，但是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表现为趋势。例如，在房地产上升周期里面，我们可以讲基本面有很多，譬如说人口结构、城市化率、文化、中国人对房屋的崇拜等等这些因素，它都在起作用。但是最后所有这些因素汇总到一个概念，就是趋势。下跌也是一样，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展趋缓以及对房地产的崇拜开始逆转等等，这些都是基本面，没错。但是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汇总成一个因素，叫做趋势。所以政府为什么要救市呢？救市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市场太弱了，所以每一次救市都是逃命的时机。那么有些人会说，历史上救市好像也有作用，譬如说2000年前后，上海市也在救房地产，当时的政策就是给蓝印户口、减免所得税等等，这些都是给实惠的政策，非常有效。但这个政策为什么有效呢？根本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回头对2000年左右的房地产租售比、房价收入比做一个估值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房价是有投资价值的。所以当市场极度低迷、凸显投资价值的时候，政府救市才会起作用。因此，政府救市的政策要起作用的话，它必须符合2个条件。第一是要估值水平的配合，就估值它本身在底部。第二就是救市政策要能实质性改变基本面。打比方，房子很便宜，确实很有价值，那如果你救市能够释放老百姓的购买力，那么这个救市就是有作用的。所以它是一个时机、一个政策力度2个因素决定的。在这2个因素不具备的条件下，每一次救市就是逃命的机会。所以市场趋势才是决定性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观点。
那么8月25号的救市政策是入场的机会吗？按照这个标准，很明显不是。因为首先第一，房地产市场是低估还是高估？今天的价格，无论你用房价收入比还是租售比，无论你用任何指标去衡量，它都依然是在泡沫区间里面，是高估的水平。第二，政府的救市政策无非是在外环取消了限购，同时增加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但是这很难从根本上释放老百姓对房地产的购买力。因为依靠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增加来购房的这批人，本质上他是没有购买力的。所以结论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必须深入的理解市场趋势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要真正理解市场趋势，根本逻辑在估值。所以最核心的东西是估值。估值，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估值的方法，就是一切资产的价格都来自现金流。所以我们用现金流去对它做一下估值，房地产的现金流就是租金。租金未来假定租金按比例增长的话，按照可持续的比例增长，那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财务模型戈登模型来估一下。基本上你可以知道，譬如说在上海租金一个月1万，一年12万的房子大概能够卖多少钱？每年的现金流12万，如果你给它放到20倍，就是240万。这样的房子今天在上海有可能会卖到800到1000万，所以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当然有些人会说未来货币有可能会贬，租金有可能会上涨等等，这些其实都在估值模型里面已经考虑到了。就如果你用戈登模型把租金上升的可持续增长率考虑在内的话，那么租金的可持续增长率它就要反映货币贬值的速度以及租金上涨的幅度。你把这因素已经考虑进去了，你再谈这个话题，逻辑上讲就是套逻辑循环论证。因此房子能不能买，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新政，而在于它的估值。而很明显，上海乃至全国的房地产在当前的水平上虽然有所回调，表明泡沫有所缓解，但它依然是个泡沫，依然是处于高估的状态。所以这就是说，一个很贵的东西，就算它打折，它依然是很贵，它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好，那我们理解了估值的逻辑以后，是不是到达估值水平以下，那市场就会出现拐点了？这就引发我这里讲的第三个观点。长期里面看，所有的资产估值，周期性的资产，它的估值需要反应过度才会反转。那上海的房子，假如它的合理价格是5万块钱，涨到5万块钱，它肯定是停不住的，因为合理价格假如是5万，它涨到5万只是回归它的价值，所以最后它会涨到10万、15万甚至20万，这就叫反应过度。所有的资产价格在长期里面它都是反应过度的，这个是行为金融学当中已经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塞勒他们做的研究所证实的情况，在股票市场和所有的周期性的资产市场上都是如此。所以房地产市场真正要回归牛市，第一你要给它估值，第二你必须理解它要回到合理估值区间以下，要让市场绝对的信心丧失，所有人都抛弃房地产，房地产市场处于极度低迷的状态，这才叫反应过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策杠杆只要轻轻的撬动一下，房地产市场就能起飞。那我们要等待这样的绝对优势的机会出现，这种机会可能我们要等很久。所以这就是巴菲特讲的，一个好的猎人，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耐心的等待，可能需要等很久他才会扣动扳机，但是他一旦扣动扳机，猎物对他来说就是探囊取物。这个原因很简单，所谓见底并不是指它估值合理，通常要经历过度反应以后，市场参与者的预期需要被彻底修正，信心全部破碎以后重建信心，这个市场才能起来。所以价值投资者最宝贵的财富是耐心。那我们讲了3个观点，其实基本上你看我没有用太多数字，但数字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数字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1000万的房子，你拿吃利息，就算每年2%，你都有20万的利息。
你20万足以把你自己那个房子租回来，你那钱还是你的，你租同样的房子，对吧？那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1000万的房子，如果你卖掉，你把它变成美元，你到世界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去买同价值的房子，譬如100多万美金的房子，你把它出租，你的回报率大概4%左右，你可能一年能够租到4到6万美元的租金，平均值假如算5万吧，按照现在的汇率折成30多万人民币，你然后回去，就算你花20万把你原来房子租回来，你每年还剩10多万的现金流，而你还同时也拥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房产。所以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比，你就知道房地产还远远没有到入市的时机。所以简单总结就是3点：第一是趋势决定方向；第二，估值是趋势背后的基本面；第三，过度反应决定了市场的拐点。所以对于上海8月25号的新政，我们要非常冷静的看待，不要把政策等同于拐点。真正的机会永远是在市场过度悲观甚至绝望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希望这个观点对你有所启发，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交流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或者有不同的意见，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谢谢。